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？明明只是想好好沟通，结果对方一句“你怎么总是这样”，刺痛了你的心。那一刻，你不是在争论谁对谁错，而是在心里说：“你怎么能这样看我？”我们都知道，关系里的争吵不可避免，但真正让人受伤的，从来不是冲突本身，而是那些夹杂着评判、否定甚至失望的语气。他们让人觉得你不是在理解我，而是在审判我。很多人以为批评只是来表达不满，但其实批评和抱怨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儿。抱怨关注的是行为，比如说你今天加班没有打招呼，让我有点担心，我觉得有种被忽视的感觉，这是一种在表达需求、沟通感觉的方式。而批评则是在攻击人格，比如说你太自私了，你根本不在乎我。这时候问题就不再是你今天加班没说，而变成了你这个人不够好。批评其实是一种自我防御，因为说出我受伤了，我需要安慰，太难，显得我太脆弱了。所以我们戴上指责的盔甲，假装强硬，不去暴露我们的软肋。但问题是，这副盔甲不只挡住了伤害，也挡住了爱。当我们用批评去表达痛苦，我们以为是在维护尊严，殊不知正在筑起一堵让彼此越来越远的墙。如果你的伴侣在冲突中动不动就用批评来对你，你怎么办？其实有2个关键步骤。第一，保持冷静，回应而不是反应。当对方说出刺耳的话时，你可能想立即回应反击，甚至立刻离开，但这样只会让火越烧越旺。正确的做法是试着看见攻击背后的伤口。批评往往是掩盖脆弱的一层壳，比如他说你太冷漠了，其实真实的意思是我觉得被忽视了。这时候你可以轻轻地回应一句，听起来你好像有点受伤，对吗？这不是在妥协，也不是在迎合，而是把对话从防御带回到情感的层面。第二，设立界限，温柔但坚定。亲密关系不代表你要无限包容，你可以平静地说，我能感觉到这件事儿对你来说很重要，我也愿意听你的感受。但如果你开始骂我，攻击我的人格，我们就没法继续这段对话了。这样的界限不是冷漠，而是为健康沟通画出安全的边界。因为爱不该建立在伤害之上，而应该在尊重中彼此听见理解。很多人会说，我以前是好好说的，可他不听，现在语气重一些，反而能引起他的注意。听起来挺有道理，对吧？但其实我们只是在为自己的批评找理由。想想看，如果你的伴侣说，我之所以防御，是因为他太指责，你觉得这说得通吗？大概不会。同样，我们也不能把自己的攻击归咎为对方的不倾听，因为一旦批评出现，理解的大门就关上了。沟通从那一刻起不再是沟通，而变成了互相防御。你之所以觉得只有批评才能被听见，是因为你曾经太多次被忽视、被否定，那种无力、被压抑的感觉，我懂，真的很难。但请记得，批评也许让你赢了一次争论，却可能输掉一段关系。真正能让人靠近的，不是强硬的语气，而是那个敢于说出我受伤了的你。当我们学会用真诚取代批评，用界限取代防御，冲突就不再是彼此对抗，而是一次重新理解、重新靠近的机会。如果这段话让你产生共鸣，也许你正在努力学习如何在爱里不失去自己。点个赞，留个言，让更多的人一起学会
在冲突中依然温柔相爱。我们下次见。